荣耀 Magic 5 Pro、vivo X90 Pro Plus。Magic 5 Pro 呢，它是新发布的影像旗舰手机，而且在影像上啊，它还拿了一个评分第1，我估计大家都听说了啊。不过这是听说的啊。那 vivo X90 Pro Plus 呢，可能在很多人心中它是公认的影像强者。那今天就得看看它俩的对比了。那正式测试前呢，先是摄影环节，我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啊，拍得不好抛砖引玉，希望您也可以参与到摄影中来。前面的照片就是这两台手机所拍摄的，当然了，摄影环节的照片呢，不光它俩能拍啊，是台手机就能拍，关键是您得参与到摄影中来。那剩下的环节就都是测试环节了。欢迎收看 ZPH， 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，因为这样对我们一直坚持下去非常有帮助。那下面就来看看它俩在影像上的表现呗。在整体的后摄配置上，也就是镜头的焦段上，X90 Pro Plus 比 Magic 5 Pro 多了一颗2倍的光学镜头。在拍摄界面中，荣耀虽然说有一个10倍的焦段切换按钮，但是它没有10倍光学镜头啊，它是用3.5倍的数码变焦拍摄的。那 vivo 的拍摄界面中也有一个10倍的焦段切换按钮，它一样啊，也没有10倍的光学镜头，也靠的是3.5倍的数码变焦。OK， 那下面就来看看它们在成像上的不同了。老规矩，咱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说起。从参数上看 ，vivo 那边感光器尺寸更大，荣耀这边是光圈更大。样片对比呢，咱先说一下 vivo 的2种色彩模式啊，默认模式跟彩丝自然色彩，在某些场景下啊，2种色彩模式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比如说这最后一组，现在就是荣耀和 vivo 主摄的成像对比了，两边用的都是默认设置啊。这个场景下颜色的差距倒是不大，但是荣耀的视角更窄，它还是裁了一圈画面。放大看的话，两边的光学分辨率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荣耀这边锐化更重，而且对比做得更猛，也就是颜色更猛。镜组的光学素质方面，荣耀已经裁了一圈画面了，所以看不到边角画质的把控了。vivo 那边呢还是有些下降的，那毕竟人家感光器很大嘛。再换一组对比，这回从颜色上直接就看出来荣耀的更艳，相比之下 vivo 的更沉稳。解析力方面，从光学上说两边还是差不多啊，但荣耀这边锐化更重，颜色还有对比方面更猛。两台主摄都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而且荣耀的高清模式啊就不裁切画面了，视角跟 vivo 一样了。在解析力方面，好像荣耀的更强一些哦。那再看一组高清模式的对比，解析力方面，确实是荣耀的稍微强一些。虽然说默认模式的颜色跟锐化稍微欠考虑，但是高清模式还是不错的。再看超广角镜头，从参数上看呢 ，vivo 这边感光器尺寸更大，但是视角是荣耀这边更广。从实拍上看，除了视角的差距以外，颜色 vivo 稍微亮堂一些啊，但是亮堂的天都快亮堂没了。那视角的差距呢，如图所示，这个红边就是 vivo 拍不到的范围。从解析力上看 ，vivo 的更强一些，而且暗部细节的呈现也是 vivo 的好。边角画质把控方面，虽然说荣耀下降的更严重啊，但是它的视角更广，边角画质更难把控。而 vivo 那边呢，已经出现了色散。再看一组对比，天空依然是荣耀的更好啊，但是解析力还是 vivo 的更高。边角画质方面依然是荣耀下降的更厉害啊，两边是都有些紫边的。普通模式是荣耀的视角广，天空的颜色好看，但是 vivo 的解析力更高。那看来得高清模式决胜负了。两台超广角都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这一看颜色就是 vivo 的更好看，而且解析力也是 vivo 的更好。两台手机拍摄微距最好的镜头，也就是解析力最高的镜头啊，都是超广角镜头。从实拍上看呢，确实是 Magic 5 Pro 的更好一些啊。虽然说它的微距是有数码裁切的，就是用超广角拍完之后再数码裁切，但是无论是直接看还是放大看，它的表现都还不错。再看中长焦镜头
荣耀是没有2倍镜头的啊，它是靠主摄的数码变焦，而 vivo 是有一颗2倍的光学镜头的。两台手机都有3.5倍的长焦镜头，荣耀光圈更大 ，vivo 像素更高。对比呢，先看两倍端啊，荣耀这边是数码变焦，在解析力方面你还别说啊，解析力跟光学镜头的 vivo 差不多。不过呢 ，vivo 的2倍光学镜头还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，那么在解析力方面就强于荣耀的2倍数码变焦了。再看3.5倍的表现，解析力方面其实两边是差不多的啊，荣耀这边锐化更重，但是你仔细看细节，荣耀这边有的 vivo 那边都有啊 ，vivo 那边看着更柔。两颗3.5倍都有高清模式，荣耀5000万像素 ，vivo 6400万像素，这回解析力的差距就有了 ，vivo 这边呢更强，荣耀那边还是有锐化，但是锐化是不能平添细节的。再看10倍端的表现，两台手机10倍都是3.5倍的数码变焦，那么解析力方面没有悬念啊 ，vivo 的更强。再看前摄的表现，荣耀的肤色还是很白嫩的，看起来很好看，但是背景不行，白色的石头啊、石桥啊都成了蓝色。那 vivo 那边呢，背景很好看，肤色也很好看。前摄录像这块，荣耀的肤色看起来还是比较白嫩啊，但是清晰度不行，背景呢也不好看。vivo 的美颜看起来不重啊，当然这是默认设置啊，但是整体的画面观感是比荣耀强的。人像拍摄用的就是相机中的人像模式里的默认设置，没有改其他的参数。从实拍上看，两边的效果都还不错。vivo 是一台很擅长拍人像的手机啊，相比之下呢，荣耀那边的表现就算不错了。拍摄环境背景是非常杂乱的，两边的抠图呢，你仔细看是都有失误的啊。蜘蛛宽容度的对比呢，咱们一上来就看高难度场景。先看主摄，这亮部细节一看呀，就是 vivo 的更好。这荣耀树枝跟天空的分界处理的不是很理想。那暗部细节呢，也是不出所料的，荣耀又出现了发虚的情况。超广角的表现，荣耀还是比 vivo 强的。虽然说亮部细节还是稍微差点意思啊，但是暗部细节是又暗又有细节。换一个场景，先看亮部，就是右边那个红色的建筑，颜色是 vivo 的更好看。再说暗部啊，荣耀又不出所料的发虚了。超广角的表现还是荣耀的强，但是主摄还是更关键一些，是吧？再换一个场景也是非常极限啊，主摄的暗部细节没有悬念，荣耀又发虚了。那其实呢，这就是特别暴力的 HDR 多张合成的时候没对齐。超广角的表现两边都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啊，但是还是荣耀强。那抛开前面那些用来测试的极限场景，咱们回到现实中来。那现实中呢，这种大光比的场景虽然说少见，但是也会拍到。那这种场景啊，两台手机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它们应付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夜景拍摄这块，两台手机都是不能永久关闭自动夜景的，所以就谁也甭说谁，咱们就直接看夜拍的表现。那像这种城市环境的大光比场景呢，两台手机的主摄表现都是不错的，但是超广角就些许不同了。你比如说第一个场景亮部细节是 vivo 的好，那第二个场景呢，亮部细节又变成了荣耀的好了。那说白了呢，就是系统判断这个场景要不要开自动夜景的区别了。但是前面两个场景的亮度还是非常亮的，从现在开始呢，亮度就降低了，这个时候的表现就比较稳定了。那主摄的表现两边差不多，超广角的表现亮部细节是 vivo 的好。同样的，这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都很优秀，超广角的表现 vivo 的更好。那这个场景主摄就出现了差距，暗部细节是 vivo 的更好，超广角同样也是 vivo 的好，尤其在眩光方面。那这个经典的测试场景也是如此，主摄的表现从眩光方面就是 vivo 控制的好啊，超广角的表现差距更大。这个极限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都非常不错，超广角的表现嘛，明显就是 vivo 的强了，亮部细节荣耀那边处理的不好。这个场景就是比较暗的城市街道，那上期已经说了，在这个场景下，荣耀的主摄是有非常强烈的眩光的，所以表现嘛是不可能跟 vivo 比的。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就说差不多吧，但是荣耀也还是有眩光。那前面的场景相对还是比较亮的啊，从祖传神兽开始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，因为非常的暗了。但是主摄的表现呢，这个场景还是难不到他俩的。超广角的表现呢，两边也都还不错，细节呈现都挺好。但是从女人王小象开始，主摄也出现差距了啊，暗部细节呈现 vivo 的更强，超广角的表现呢也是 vivo 稍微好一点。减震器场景也没有悬念，主摄的细节呈现还是 vivo 的更胜一筹，超广角的表现呢也是 vivo 稍强。那最后一个最暗的场景祖传神树 Pro， 主摄的表现我估计大家已经猜出结果了啊，暗部细节呈现肯定是 vivo 的更强，超广角嘛两边都还行吧。视频录制依旧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，那如果你用微信等社交软件录制也是这个效果。
颜色方面 vivo 那边可够鲜艳的，荣耀稍微沉稳一些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呢？防抖两边做的都不错，清晰度也都很好。超广角的表现，防抖上两边依旧都很优秀啊，但是清晰度我感觉是 vivo 的更强。现在是2倍录像的表现，荣耀那边虽然防抖不错啊，但是解析力是没有 vivo 的强的。vivo 这颗2倍的光学镜头在录像方面还是有优势的。录像下一个焦段，荣耀是4倍 ，vivo 是3.5倍。从防抖跟解析力上都是 vivo 的更强啊，尤其是远处石台上的纹理 ，vivo 的更好。现在是10倍录像的表现，两边都只能用3.5倍的数码变焦了，解析力呢都有些下降，但是防抖还是 vivo 的更好。现在是夜晚主摄走路的防抖表现，清晰度两边都不错，但是防抖呢，荣耀稍微好一些，但是眩光荣耀太差了。超广角的表现，虽然说荣耀这边亮度更低一些啊，但是细节呈现呢还不错，而且防抖更好。工业设计方面，你们更喜欢这两台手机谁的造型呢？虽然说它们的后摄都是圆形啊，但是一眼就能看出区别。当然了，正面的造型呢也有很大的不同。X90 Pro Plus 呢看着稍微硬朗一点 ，Magic 5 Pro 呢更圆润。还有呢就是前摄的造型有很大的不同。手机的厚度方面，两边是谁也别说谁，反正是都不薄，而且后摄的凸起高度啊是都够高的。两台手机的处理速度在硬件方面应该是差不多的，但是我们不是很了解，我们只是聊影像的节目。下面呢，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他们在影像方面的表现。具体的对比结果呢，前面各个环节都展示了，那这里呢就简单的回顾一下。那虽然说某机构在影像评分上给了 Magic 5 Pro 第一，但是它在与其他手机对比的时候呢，表现还是不够理想。那这次除了主摄在白天的表现能与 X90 Pro Plus 算是各有优劣吧，那剩下的超广角、中焦、长焦、前摄、人像、宽容度、夜景、录像等等，在综合水平上都是不能战胜 X90 Pro Plus 的。有些呢，甚至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差距。哦，对了，差点忘了 ，Magic 5 Pro 的微距还是很不错的。OK， 到结尾了。那看完上面内容呢，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一些帮助。更主要的是，您得喜欢我们的节目啊，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可非常大。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